普京时隔3年访问白俄，泽连斯基感到惶恐，俄军可能再攻基辅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普京时隔3年对白俄罗斯再次进行国事访问。也就在前2天，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预测俄军有可能再次围攻基辅，这也必然会让泽连斯基十分警惕和紧张。对乌克兰来说，普京访问白俄罗斯有几个值得担忧的地方：一是卢卡申科可能会在普京的要求下让白俄罗斯军队参战，支援俄罗斯军队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；二是利用白俄罗斯与基辅比较接近的地理优势，让部署于白俄罗斯的俄军再次围攻基辅；三是让俄白联军向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地区发起攻势，切断西方援助乌克兰的陆路通道。普京在出访之前刚刚视察了俄军驻乌克兰的联合作战指挥部，听取了一线指挥官对未来作战形势的判断。从泽连斯基的角度来看，虽然明知道俄罗斯军队再次攻击基辅的几率很小，但是也不敢说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，因而难免像惊弓之鸟一样惶恐不安。其实普京这次访问白俄罗斯应该是与军事行动无关，只不过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国事访问，而且谈论主题是增加经济与军工的合作，共同对抗西方的制裁措施，并继续举行联合军演。现在还有人相信俄罗斯军队会从白俄罗斯方向进攻基辅，卢卡申科会派军参战，完全是不理解白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。道理很简单，首先，如果白俄罗斯愿意参加俄乌冲突，那么在俄罗斯军队第一次围攻基辅之时就参加了，根本就不会等到俄军并没有明显优势的今天。卢卡申科是一个曾经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左右横跳的人，他的外交战略核心是利用俄罗斯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，而不是让白俄罗斯人在战场上送死。白俄罗斯甚至不承认俄罗斯并入乌克兰4个州，也担心俄罗斯会趁机合并白俄罗斯。不能说他对普京没有怯心。其次，现在乌克兰军队在基辅方向并不是没有准备，两国之间所有的交通道路都被破坏，桥梁被炸毁，而且乌克兰西部更靠近北约国家，乌军的后勤补给线非常短，在这里作战，俄军要想获得军事优势，其难度要远远超过顿巴斯地区。最后再次围攻基辅会让俄罗斯面临更大的外交压力，甚至有可能引发波兰的参战，让战场局势对俄罗斯更为不利。从俄罗斯军队的角度来看，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，特别是在巴赫姆特作战，是后勤补给最便捷的地区。如果真想加强进攻，完全可以把力量投放到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，而不是让俄军的行动处于北约边境地区，然后让乌军获得更大的优势。控制乌克兰首都在军事上并不现实。另外，如果俄军确定要在乌克兰北部和西部采取行动，不可避免的还要从东部和南部调整军事资源，调动部分兵力，这非常有可能打破俄乌在顿巴斯和赫尔松南部的力量平衡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俄罗斯军队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人力，尽管装备和训练也不足，俄军的大范围重新部署很可能给乌克兰军队制造机会。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俄罗斯军队都没有必要，也不会再次围攻基辅，更没有条件在北约眼皮底下攻击乌克兰西部。对于俄罗斯来说，在白俄罗斯部署一定的兵力进行联合军演，其战略意图就是牵制乌克兰有限的军事资源。虽然从理论上讲不大可能从这里对基辅发起进攻，但并不等于说绝对不可能。普京对白俄罗斯的访问其实呢，也有对乌军进行战略牵制的意思。目前在乌克兰西部和北部部署的主力部队仍然是国民警卫队，实际上其兵力已经足够了。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现在强调俄军有再次围攻基辅的可能，无非就是向西方国家喊话，赶紧打钱送武器，其最终的目的可以说是一目了然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